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天地遥遥相望，云海月光，心系佳人却歧路他乡。世界茫茫，男儿志自在远方，光焰万丈，豪情写一抹天涯，无人晓无思量。风云变色，乾坤无量，独步天下，泪中去讲。指尖大道，领出前人留下的方向。爱真定在血手相掌，突破桎梏，与你翱翔。泪两行，点燃那希望。撑开枷锁，重新去开场，抱一盏新的酒，洒着新的天地，今日月之辉煌。豪情挥洒篇章，星空为它点亮，用热血淬炼锋芒。好胜啊！再见！哇，大哥，咱们聊，你们说这神界是什么样的？待会儿不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小黑，神界是悬浮于云端的一片广袤陆地，在神界存在的1亿2000万亿年间，无数势力在这里拔地而起，又分崩离析。正如天地规律，生死轮回，唯有掌握了本源之力的8大至尊势力亘古存在，分别司掌云海地方，黑暗夜幕，白昼之光。8大势力在亘古岁月中对峙着，博弈着，吞噬着任何一丝可能翻覆的力量。都在这儿等了几百年了，一个飞升者都没有。哎，队长，你是不是快要升迁了？等再接一批飞升者就。队长，来了4个飞升者，是5个。这些金色气流在与我体内的力量争斗。竟有5个飞升者。哟，
另外一人还在吸收，真是难遇的罕事。你们俩在下界是炼体的吧？算是。神之力灌体是每个飞升者都要经历的，身体越强，灵魂境界越高，容纳的神之力就越多。果然，将精之力和九转境力收进星辰空间是正确的，没了阻碍，身体吸收神之力就轻松多了。快到极限了。队长，这4个人都结束3个时辰了，下面那个怎么还在继续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？什么？我大哥会出事？别着急，能吸收那么久的神之力是他的福分。哎，喂，三毛鸟，你有没有感觉这些人强得离谱啊？是啊，和大哥给我的感觉差不多。哎，大哥，竟然不好瞬移了。瞬移，飞升者就是高高在上的上部天神，也休想在神界瞬移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刚刚的神之力灌体可真难受。没事。你们3兄弟一起飞升，真难得。一飞升就是终极神人，在神界历史上都是极少的存在，怪不得能在飞升池里待3个时辰。我是石田，这是我的妻子宋慧，与3位一同飞升，倒是缘分。见过石田兄，我叫秦宇，这是我的2个兄弟。既然都已到齐，我就不废话了。按照神界惯例，所有飞升者都要去神灵石矿场，为圣皇陛下无偿开矿1000年。你们若是反抗外逃，会遭到整个神界的追杀。我们知道了。关于神界的一些基本讯息，我会在去矿场的路上告诉你们。现在出发吧。神界与下界不同，不论是飞行、瞬移，还是神识离体，都依靠对空间法则的感知。境界提升，对空间法则的感知也会增加。例如，终极神人的神识离体范围为10米，上级神人则为100米。神界普通高手分为神人与天神2个境界，每个境界又细分出上、中、下3个等级。天神之上还有神王，神王之上则是传说中的天尊，这就不是你我能谈论的了。我们现在才下级神人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突破。你们现在只能算是预备神人啊？还有预备神人？下级神人的灵魂境界必须达到金丹层次，而你们嘛，也就他有这实力。别看了，你们即便有充足的神灵石，要达到他的境界，也得数千万年之后。那是神灵石矿场的负责人尉迟央大人，100万神人中才出1个天神。若你们有幸突破，就能够再次飞行了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说修炼需要神灵石啊？神界的神灵之气狂暴，无法直接吸收，修炼就只能用神灵石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住进城里，那里的神灵之气是可以修炼的。果真无法吸收。我之前还以为是修炼方法错了呢。所以啊，只有专心挖矿，赚得足够的神灵石，才能进入城里安心修炼，懂了吗？哇，这么多飞升者！这里大部分都是自愿来开矿的神人，用义务劳动赚取神灵石与修炼的机会。在神界，除非你有很强的实力与背景，不然光是修炼都要拼尽全力。小猴子，到了神界就规矩点，别总毛毛躁躁的。这里你惹了什么大人物，被杀了可怪不得人。行了，你们去报道吧。烟雨大人，求您给我留几块吧。每天起早贪黑，一年到头也只能挖到这么多神灵石了，根本没法修炼。你行行好。去，规定如此，你修炼关我什么事？你们就是新来的飞升者，
这是你们挖矿的工具，上面的编号对应着房间位置，挖矿时限为1000年，每年交3600块下品神灵石，本年不够，第2年补上，以此类推。啊，好了，赶紧干活去。我和妻子先回住所，下次用传讯灵珠，再来要3位兄弟共聚。师兄客气。得了吧，神界可没有传讯灵珠这种东西，还不赶紧挖矿干活去？秦兄，那便有缘再见吧。有缘再见。还以为飞升神界之后日子会很舒服呢，看来这神界根本没什么意思。没意思，神界可比你们想的复杂多了。你们仔细看看这挖矿岗。哦，这人手一把的东西，竟是下品神器。在神界，下品神器就如同乾隆大陆最常见的铁器一般。这就是神界与下界的差距。要在神界生存，我们就必须了解的更多。走，咱们去见福伯。在神界，城池内的神灵之气安宁祥和，适合修炼，但需要大量神灵石才能换取入城居住的资格，普通神人根本负担不起。如果无法进入城池居住修炼，要面对的便是那狂暴的神灵之气、残暴的妖兽，还有一些心狠手辣、杀人夺宝的神人。想活下来，只能靠实力。神人是弱者，唯有成为天神才是真正强者，才有资格闯荡神界。当年老主人便是如此，行千万里路，炼制无数天神器，甚至鸿蒙后天灵宝。放眼神界，除非天尊亲自驾到，就算是神王，也休想让老主人折腰。要是我能达到车侯元前辈那样的境界，那我跟丽儿之间，如今最重要的便是尽快修炼，提升实力。我决定在江兰界闭关研习阵法。好啊，反正我不想去挖矿，那活谁爱干谁干去。哼！福伯，辛苦您为我们准备一下需要缴纳的神灵石。是，主人。你们想不想要更厉害的武器啊？大哥，你有？哇，主人，这可是老主人留给你的。福伯，狒狒和小黑是我最好的兄弟，这是车侯元前辈留给我的鸿蒙灵宝，我们一人一件。大哥，这么珍贵的宝物，我们不能要。宝物再珍贵，也比不上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，你们就收下吧。飞元神舟速度奇快无比，可以弥补狒狒的身法短板。血丝手套不仅能提升攻击力，还有一些特殊神通，和小黑的穿云枪正配。这锁神塔就归我了。大哥，好了，我闭关去了。猴子，我们要尽快提升灵魂境界，不能辜负大哥的心意。嘿嘿，杂毛鸟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，要不还是用老方法？阵道分为杀阵、困阵及防御之阵，其中旁支无数。如杀阵有幻境、能量阵符、叠加等变化；困阵及防御之阵亦然。阵道900卷中，阵法一道即万道，经过推演，滴水便可观沧海。阵法的学习，便是无数次推演累积的过程。简单的阵法，一般天神高手也能轻松破解，因此阵法往往层层叠加。阵法的核心为阵基，一切布置变化皆由此而来。它既是布阵的根本，亦是破阵的命门。陷阱四伏，禁制嵌套，此乃杀阵。可
可惜，这是一个引你进入困阵的铺垫。果然玄妙，原来这阵法之中藏有如此大的乾坤，不知下一个困阵如何？迷失天地方位，处于咫尺之间，此乃困阵。看似仍有一线生机，不过是原地踏步，再挣扎也无用。死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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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死门！再来！这一层阵法嵌套了多个困阵，致使内部乾坤颠倒，难辨方向。破阵的关键便是找出生门。比起攻身，19号幻阵的攻心更是折磨。然而这只是幌子，真正致命的是被完美嵌套入幻阵的5行杀阵——天雷阵。而破阵的关键，便是以其道还治其身。终于，我推演出了阵道900卷记录的最后一个阵法。虽说困难，但这过程可谓是酣畅淋漓。如今不论再复杂的阵法，我都能一眼看穿它的本质，知晓它的破阵方法了。或许我已经到达了阵道的第1境界。主人，到第6次缴纳神灵石的时间了。知道了。嘿嘿，大哥，怎么了，狒狒？大哥，自从我炼化了飞元神钟，实力翻了足足10倍。有了它，我一眨眼就能把杂毛鸟甩掉。我的血丝手套，不光能射出丝线攻击，还能构成天罗地网。切磋的时候，猴子根本打不过我。秦宇兄，侯费兄和黑羽兄，你们也在。时隔600年，我们可算是又见面了。石田兄，今年怎么交这么多下品神灵石啊？说来惭愧，这是给烟雨大人的。希望到时候他能给我们夫妻2人分配个方便修炼的好村子。哎，你们问过自己将被分配到什么村落吗？若是不给点好处，挖矿期满，你们可能被烟雨大人分配去神灵之气狂暴的边远村落。挖矿的时候没人告诉你们吗？这倒无妨，但还是感谢石田兄的提醒。有东西来了！快跑啊！出来了！石头要塌了，诸位快跑啊！地底玄龙可是上级神人都敌不过的妖兽，秦宇兄，快跑吧！大哥，你先别出手。正好让我好好操练操练。好，你们小心。哼！我先上。好硬的外壳，果然够强。
杂毛鸟，你轻敌了呀！使出全力，竟然只能破坏他的甲壳啊！今日该死！狒狒小黑，接下来交给我，今天就拿你开刀试试我的阵法。且让我看看低级阵法的威力。去！五行杀阵，我。看你能撑多久！竟误打误撞找到阵眼，破了我的阵。不过，低级阵法就有如此威力，实在了得。杀了你！大哥！猴子，别冲动。大哥在那里。流星泪果然奇特，能让我的空间领悟达到了下普天神的境界。这人会飞，是天神，危险！正好是一只炼化后的锁神塔。勇敢的人，无惧黑暗的风暴，藏不住的热血会趁机上膛，滚烫，燃烧星光。大哥，你咋就能飞了？待会儿再和你们两个说，我们先走。先拿下地底玄龙，再寻生者。是。看来这回走不了了。逃出去的人说，有人在与地底玄龙大战。你们可曾看到？说，与地底玄龙大战的人是谁？我们没看到。你们躲在何处？莫不是在隐瞒什么？大人，搜索队集结完毕，正在赶来。大人，地底玄龙力量虽强，灵魂境界却不及普通神人。我们躲在那堆碎石里，没动静了才敢出来。神界的石头硬度非比寻常，这只地底玄龙很强，能击溃它的一定是天神高手。这三人不过神人境界，还算聪明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大人，没发现地底玄龙的踪迹。走，尽快找到妖兽躲藏的位置。是。还是大哥反应快。嘿嘿。尉迟央拥有天神之力，而我体内仍是神之力，凭借流星泪才能用些天神的神通，实力远不及他。不和他起冲突最好。神界妖兽就如此强悍，要是对上天神，只靠灵宝根本无法自保。哦，对了，福伯当初给你们的神界炼体功法都修炼得如何了？这6万年来，我们虽没有炼体，却一直用对战提升灵魂境界。已经有了点成果。
我和杂毛鸟的身体还能承受得住神之力，就想快点把灵魂境界提升上去。也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先前我的阵法竟会被一只地底玄龙破开，推演时万无一失，为何实战时阵法却出了问题？福伯，我有一事向您请教。主人，请说。任何一个阵法的要点、弱点以及破阵之法，我都能瞬间想出，可轻易推演无数阵法。这是否代表我已经领悟了阵道的第一境界呢？恭喜主人。据我所知，最快领悟出阵道第一境界的高手用了10万年，老主人更是花费100万年时间。主人当真是天资不凡呐！既然如此，为何我的阵法会被一只妖兽所破？主人，我没有灵魂，无法感悟阵道的第一境界，只会不断地推演更复杂的阵法。地底玄龙的事，我也不太了解。不过，我这有一道耗费上万年时间推演出的杀阵，请主人品鉴。这个阵法竟然用了3个金色卷轴记载，比阵道900卷中最复杂的阵法还要反复数万倍呢。怎么会？阵法中明明没有火的气息。福伯，为何我根本无法参透你的阵法？老主人曾问我，横着1笔是1，2笔是2，3笔是3。如此，声称自己学会了所有数字，是不是很可笑？阵道第一境界即为阵道精髓，而900卷不过阵法海洋一角。从中领悟的精髓，又怎会准确？正因如此，当年老主人才会在领悟第2境界后，又花费10亿年重新领悟第1境界。所以我推演的阵法越多，领悟的阵法精髓就越准确，对吗？除此之外，亲手布阵试验也非常重要。若我没猜错，此次破阵便是出现了推演时未考虑到的情况吧。当年老主人领悟出阵道第3境界，成为神界阵法第1人。他一直对我说，阵法海洋无穷无尽，第3境界也绝不是终点。当真学海无涯。星辰空间有些奇怪，2万年前踏入原点后期至今，原点似乎缩小了一丝，颜色也更接近浆糊气息的颜色。难道说，这种旋转的扭曲空间，最后会占领整个星辰空间？我有种模糊的预感，星辰空间如今的变化，应该是遵循着最完善大道的。我继续修习阵道，静观其变好了。终于能离开了。柳队长，又见面了。你们倒是耿直，竟真的没给烟雨大人辛苦费。我会带你们去分配的村落。相信我，福觉村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那里地处偏僻，神灵之气狂暴。更重要的是，尉迟城外有3个占山为王的飞升者势力，福觉村便是由其中之一的黑龙潭把控着，每1000年还要分别向城主府与黑龙潭交税。
占山为王，那不就是强盗吗？城主府不管他们，也没人反抗。反抗？黑龙潭3位店主都是天神高手，首领更是玉池城5大高手之一，谁敢出头？城主府麾下才100多位天神，若是剿匪，起码陨落数十位。城主才不舍得，毕竟谁会管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死活？今天是黑龙潭收税的日子。流星，星远兄，流星，果真是你！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飞升了，还来到了福爵村。刘队长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既是旧时，你就带秦羽他们熟悉一下村子吧。我先告辞了。秦羽，星远兄，实际上我有2个名字，今后你称呼我秦羽便可。原来如此。这是我的2弟侯费，3弟黑羽。星远兄曾经的王者，如今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知君主能否出手相助？你若同意成为供奉，我就帮你。我愿接受供奉一职。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，卖命赚来的神灵石还不够交税的，更别提修炼了。有人眼睛都粘到别人身上了。没想到暗星界的金行君也有了心爱的女人。金行君，下界的地位在神界什么都算不上。星远哥，快过来呀！好。老规矩，度过神劫的人要向黑龙潭缴税，每人1500块下品神灵石。下一个，这是我的。给。小云妹妹，你不用，没忘记我吧？怎么会呢？齐言大哥终于要出头了。那是当然，我此行就是来向你家提亲的。把手松开！这个下级神人是你家的仆人？你，星月哥，星月哥，他是上级神人，怎么斗不过他的？小云，天叔，齐言，虽说你如今是黑龙潭的红人，但小云的终身大事，我可不能草率呀。爹，从小到大，我对小云的心意你也知道，我可舍不得让小云受苦，早就在玉池城买好房，等着娶她了。这是钥匙。小云，你看你齐言大哥多有出息，这门婚事我准了。天叔，柳齐言就是个强盗，我一定会努力让。够了，连房子都买不起，难道让我闺女去跟你吃苦？买房至少要200块上品神灵石，杀了你也凑不出来。小云，过来。一个强盗如此夸夸其谈，好像当强盗很光荣似的。嘿，你看这面生，你们是新来的飞升者？正是，黑龙潭的小喽啰罢了，竟然如此嚣张。星月哥，没事吧？此人是上级神人，身后2人则是中级神人。新来的飞升者怎会有这般实力？他竟然有储神器，这个新人什么来头？星远兄，你前些日子寻到的薛百草，在玉池城卖了整整300块上品神灵石，你可得收好啊！真是多谢秦羽兄。
看来咱们很快就能去买房子了。心愿哥，真是太好了。走。上级神人，出神器，这家伙我惹不起。哎，说你呢，快点，拿出来！神界整个东部都是8大势力中炫金山的领地，这座玉池城也是炫金山的附庸之一。听说城主大人曾随炫金山圣皇东征西战，后被赐予了这座城市。神界也有战争？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论武力，他可是玉池城范围内的第一高手。哎，你们看，自取玉简去吧，挑中来我这登记。态度真差。这些房子都属于城主，你爱买不买？哎，算了，你惹事。玉简在下界是何等重要，在神界却只是廉价的俗物。我要买北区的这栋。228块上品神灵石。等等，这房子位置好，我要了。刘金团长，我正等着您呢。姑娘，那房子我们已经买下了。你们重新选个房子。怎么？你们还想抢天神大人的房子？便是抢了又如何？在下炫金山修炼者大队长黄静，来玉池城住上一阵。这房子我要。原来是黄静前辈，这个房子晚辈心仪已久，不知前辈可否？你不也是从那些小神人手上抢过来的？是。南区最适宜修行，选那边的。多谢前辈。那个天神可真威风啊！炫金山的大队长，或许比玉池城城主都强。即便用残血神枪，在刚刚那人面前，我也没有一丝胜算。我们重新选定了南区的房子。这次可多亏了秦玉大哥。秦玉兄，我得请你们去酒鹤楼吃顿好酒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我爹娘当年成婚便是在酒鹤楼，没想到今日能和秦远哥一起来。多亏秦玉兄出手相助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好。刘玉溪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？等一下，那可不是寻常宝物。若能事成，咱们可平分呢。不用，此等龌龊事，谁要与你同流合污？滚开！流水，够了。请再考虑下，事成之后我们酒楼内不要喧哗，三位是没有礼教吗？你什么东西，也敢来管我的事？爹。快带紫云离开！你们千万小心！走，看我惊天一棍！猴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一股气势在压迫我。你们先等等，我有事要跟这只猴子说。
此人好强！住手！流水，放开我弟弟！打扰了别人，总得吃点教训。小丫头，有点实力，但是反抗也没有用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前辈原谅。今天我心情好，姑且放过你们。谢前辈宽宏大量。流水，你们是从仙魔妖界来的？是。猿猴一族的传承圣地有一句话：凡是在飞升神界时练成惊天一棍者，便为我徒儿。如今相见，还不快跟为师走？狒狒，猴子，可我已经有师尊了，他叫江兰。你是江兰的徒弟？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反对的。前辈，我们三兄弟一同飞升，还望前辈成全我们的兄弟情谊。天下本就没有圆满之事，等着小猴子修炼有成，自会回来。放我出去！大哥，杂毛鸟！性子够烈，放我出去！喜欢。大哥，前辈，我们要去哪里找猴费呢？猴费？你们要找他，就去修罗海吧。你们没事吧？刚刚那人实力太强，我们……侯飞人呢？没事，那是狒狒的前辈，找他有重要的事情，将他接走了。哦，星远兄，我们会找个地方静修，不回福觉村了。日后有缘再见。那后会有期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静修时千万小心那些强盗。大哥，那位前辈如此强大，他既没有伤我们，又是猴子的同族，应该不会伤害猴子。我知道，我们回江兰界继续修炼吧。这江兰界果真神奇，我竟不用受到神界法则的束缚，没有度过神劫也能够化作人形。是啊，乌鹤兄弟，咱俩要是回到神界，又要变回妖兽本体了，哪有在这里畅快？主人，你是那只地底穴龙？当年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冲撞了主人，今后我定当竭力，任您差遣。从此有你与乌兰为伴，也不会太寂寞。小黑，现在狒狒走了，你可还需要切磋对手？切磋有福伯就够了，无聊了还可以蹂躏他俩。黑羽少爷，手下留情啊！福伯，今日狒狒被一个修罗海的高手带走了。你可知修罗海是什么地方？啊，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和这些大势力有交集。主人，如今神界分为2大阵营，神界伊始便存在的8大家族，以及修罗海、血妖山、双玉岛3大飞升者势力。任意飞升者势力都足以与8大圣皇之一相抗衡，其中已居于神界内海的修罗海最强，就连8大圣皇也会对修罗海敬畏3分。修罗海势力如此强劲，狒狒在那儿对他应当有好处。
至于八大家族。傅伯，你先前对兰叔和丽儿的猜测是否正确？江兰界中的时间流速与外界如此不同，甚至连时间比例都能控制。炼制它的必定是一位对时间法则有所领悟的神王高手。若真如此，连兰叔都无法帮助我与丽儿，想必丽儿姑娘也家世显赫，应当属于八大家族之一呀。神王，八大家族，看来只有成为神王或者炼器高手，才能正大光明地迎娶丽儿。要达到神王境界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哪怕是耗费上无数岁月，百万神人中也只有一个能成为天神。达到神王境界更是艰难。神界已经太久没有神王诞生了。就算我去领悟流星泪中左丘梅前辈留下的空间感悟，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到达神王境界。我又怎能让丽儿等这么久？主人放心，若您达到老主人的炼器水平，连八大圣皇都会有求于您，还怕得不到丽儿姑娘家族的认可吗？确实，若论炼器，我有将神留下的典籍，与福伯的指导，绝不会误入歧途，更别提离神殿中的大量材料与体内的真火境界。福伯，这条路可行？从今天起，我就继续闭关推演阵道。破！推演这个复杂的困阵，花了我整整3000年，真是痛快至极。与先前一样，原点演变成黑洞，再形成新的原点。这是一条循环之路，这条路走到极限，攻击力绝不会弱，却只是一条偏道。又或是原点会被浆糊气息吞噬，完全变成一片涌动着浆糊气息的海洋。这种演变之道就正确吗？原点还在不断缩小，原点的演变应该也要到终点了吧？正如我所料，演变完成时，扭曲空间会蔓延到整个星辰空间。星辰空间终于演变成功了。下一境界是什么呢？从未有人修炼过星辰变功法，只能慢慢去探索了。演变之道无数，我却想不到哪一条是最完美的，都没有当初感悟黑洞之境时一刹明悟的感觉。最正确、最究极的道路，到底是哪一条呢？原点收缩到极限还有100年时间，若悟不出最正确的演变之道，只能另寻道路了。推演一道复杂阵法起码1000年，100年时间太短了。先找一处地方试验阵法。此处也不合适。是你，黄静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那天在酒楼，你已知晓我是女儿身，我也不必掩饰了。叫我黄静便可。在下秦羽，距离上次见面也有1000多年了，竟然在此处碰到你。难道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玉池城？我是来寻我弟弟的，他不喜欢炫金山的氛围，就住在玉池城附近。我得朝北边走了，你呢？得再靠近黑龙潭一些。我要往南去，找个地方修炼，只能就此别过了。既然如此，后会有期。给你一个忠告，南边都是黑龙潭的地盘，你千万小心。秦羽，咱们有缘再见吧。
此处山清水秀，倒是个修炼的好地方。福伯，我就在此处布下阵法，让黑龙潭的强盗们好好尝尝。主人，在试验阵法之前，给您看样东西。老主人离开时留下此物，等主人的阵道境界初入殿堂，决心炼气时，便可观看这份卷轴了。车侯前辈，我的继承者，当你看到这卷轴时，想必对阵道有了一定程度的领悟。阵法海洋无边无际，它的究极至今无人知晓。世人将阵道分为3个境界，但我认为这样区分太过粗略，就将它们暂分为了8个等级。阵道900卷中所举例子，进阶1级阵法，2级出入殿堂，3级可称高手，4级才算是大师。若是要炼制天神器，起码要达到5级阵法。在整个神界，能布置出5级阵法的人并不算多，能布置6级阵法不会超过5人。至于7、8级阵法，唯有我车侯元才能施展。车侯前辈，不愧为阵道第一人。我共留下详细说明1到3级阵法的卷轴1个，4级阵法3个，5级阵法12个，6级阵法98个，以及讲述7级、8级阵法的卷轴1个。这卷轴上只记录了3个阵法，7、8级阵法怎会如此简单？想必你也认为阵法越复杂，叠加融合的越多，等级便越高吧？可我却发现，7、8级阵法反而越发简单，可谓大道至简。而且，在我心中，8级阵法之上应该还有9级乃至10级阵法。可惜，如今的我已经无法再突破了。这么深奥啊！我坚信，8级阵法绝不是终点。我的继承者，希望你能传承我的降神之名，继续探知求索下去吧。晚辈谨遵车侯前辈教诲。福伯，如今我的阵法是什么层次？主人天纵之姿，仅仅20余万年，便算是踏入3级阵法层次了。那我便用实践阵法的方式，来领悟不同等级阵法之间的区别吧。此处命名迷你山。真倒霉，那个新来的下级神人真是倔骨头，非逼我动手才肯交钱。哎呀，我的老腰啊！哼，要我说，直接杀了就是。说得对，也该让新人知道这方圆几百里都是谁的地盘了。嘿，奇怪，柳七言平日里不是最喜欢收税这种油水差事吗？怎么最近不见他呀？哼，你不知道，他在福爵村收税时踢到了硬茬，没脸见人了。晦气！柳七言可是小队长，这么擅离职守，也没人说他。哼，黑龙大人闭关已久，所有事务都归熊黑大人管。如今柳七言可是熊黑大人眼前的红人，谁敢说他？啊！这是大惊小怪什么？啊！哎呀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人敢在黑龙潭的地盘上作怪？出来！小的不是打扰了哪位大人，请放我们出去吧！报！熊黑大人已有6支小队在南部失踪了。报！南部发现有人占山作乱，还设下了阵法。找人去把法阵破了。是。报告熊黑大人，阵法高手们都失败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熊哥哥别急，小妹倒有一计。听闻柳絮哥哥手下有一阵法大师，何不请他来帮助破阵呢？能为熊黑大人排忧解难，小弟自然乐意。公孙敬，大人，在下公孙敬，乐意为熊黑大人效劳。三阳，听说你也擅长阵法，正好先进去探探路。大人，这……哼，怕什么？只要实习时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将你拉出来。怎么，还使唤不动你了？不敢，能为公孙大人效力是小的荣幸啊。这都第几个阵法高手了，竟然还有熟人，那就让我好好招待你吧，6、7年。7、8、9、10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实习到了，快拉我出去！这只是幻境，不是真的，不能相信，不能相信！这怎么断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大人，您看，这个幻阵在神界阵法中也极为高深，布阵者实力超群。当年我曾有幸阅读过一卷神界阵法卷。既然这么喜欢传我的阵，就一起进来吧。你是谁？出来！一身阵法的兄弟们就回不回去了？我们也完了！还请公孙先生出手破阵，替我护法。是。有用。公孙先生，你要多久才能破阵？公孙先生，干呀！就连一个幻境都如此凶险，此人的阵法造诣必然达到了第1境界。没办法了，我用神刃之血为引，耗尽神之力破阵，不信还破不开。公孙先生果真是阵法大师，
回去后，熊黑大人一定会大力嘉奖您。行了，看来前面已经没有阵法阻挡，走吧。不知天高地厚，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招惹熊黑大人？又套了个幻阵，看我破了他！你再看看，这是什么阵？杀阵！不过看过一卷阵道卷轴，勉强能解一级阵法罢了，怎敢自称阵法大师？公子先生死了！闪开！给我闪开！别挡我路！2级杀阵的威力果然提升了好几倍。今日我放你一条生路，再叫些高手来助我试验阵法吧。竟敢戏弄我，小心我把你们烹烧了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没想到主人还有这般孩童之心呢。孩童之心，我也想有，可惜很久以前我就没有了。我总是在修炼、推演阵法，或陪兄弟们一起让自己忙起来。因为若是我独自一人什么都不做，就会想很多事情，想到最多的就是丽儿。福伯，你不懂的，我想见她，却不能见；想爱，却只能忍住。我们分别了这么多年，一切也在我的心底压了这么多年。很沉，很沉。过去我总是很忙，这段日子停歇下来，脑子里又开始不受控制的多想，只能做一些孩童之事，略微放松心情，让心里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减轻一些。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的，我如今比在凡人界时强了不知多少，也进入了丽儿所在的神界。我甚至能够感应到丽儿的存在，对，她就在那儿。这么多年都下来了，还在乎再努力一段时间吗？我会一直向前的，没人能阻挡我。福伯，走，回江兰界看看那2条鱼。这里真神奇，没有渡神结也能变成人形。姐姐，这里没有神结的束缚。主人，这俩小姑娘倒是有趣，叫什么红？秦羽大人又没问你。秦羽大人，我叫绿水，我叫红雨。有你们在，江兰界又热闹不少。乌兰，你到9级妖帝境界已有10多万年了，神劫还有多久降临？我至今都未感应到神劫。我到达9级妖帝境界后，也未感应到神劫。不会等我和姐姐都渡过神劫了，你们还是妖帝吧？你这小丫头，又有人来破阵了。好大的排场，竟然来了3个天神，可以让我饰演不少阵法了。迷你山的人听着，我乃黑龙潭熊黑大人，识趣的话快滚出来，否则休怪我心狠手辣！什么大黑熊？没听说过。是天神高手，怕什么？店主大人也是天神。此处怕是要有一场恶战了。他不是新来的飞升者吗？怎么会变成了天神？熊黑大哥冷静，此人实力不俗，背后可能会有其他势力撑腰。是啊，熊哥哥，先让小妹去探探他的虚实。你好呀，俊美的小哥，
我叫魅姬。你既是天神，要占山为王，和黑龙潭打声招呼便是，何必与我们作对呢？我秦羽可不屑以强盗为伍。狂妄的小子！若要杀我，欢迎来闯我的大阵。哼，起到破阵也想拦我？火山，暗金色，只是神之力。秦羽，连天神之力都未转化，也敢与我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雕虫小技，也想困住你熊爷爷？福伯，熊黑的天神器怎会有如此威力？主人，将神力灌入神器，威力会比直接使用大得多。同样，将天神之力灌入天神器，才能发挥天神器最大的威力。哼，那就再试试这个。装神弄鬼！秦羽，你就这点能耐，小好了！空间之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秦羽，还不快出来受死！下部天神的空间领悟就足以破除低级幻阵。熊黑，你破掉那些低级阵法不算什么，这是我的最强杀阵。你且再试试如何？好，待我破掉你的最强杀阵，再砸掉你的脑袋，毁掉你的真灵。毁掉我的真灵？主人，虽然神人境界及以下的真灵很弱，会随着魂魄一同消散，可一旦灵魂化婴，达到天神境界，即便魂飞魄散，真灵也能独自存在，那就是复生的机会。复生需要极其珍贵的天材地宝，亦或是天尊出手。不过，神界曾经有一位神王，无需任何代价便能让仅剩真灵的人复活。只可惜，他死在了每60亿年一次的神界战争中。神界战争？哼，这个笨球。是时候试验一下我在杀阵上的最高成就了。哼，什么最强杀阵？给我破！去！白色净火！一个天神怎么能释放出这么多白色净火？白色净火乃天神体内真火，非天神器战衣可抵挡。他只穿了件神器战衣，自是挡不住的。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？
白色禁火能量太大，影响了叠加的第3、第8重阵法。原本一体的杀阵竟然崩溃了。主人，越复杂的阵法就越难达到推演的效果，这就是试验阵法的必要性了。我明白，只可惜让熊黑捡回一条命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秦羽，你的最强阵法已经被破了，受死吧！别激动，我只喜欢研究阵法，不太喜欢动武。去。又一个阵法。阵道900卷里记载，3种阵法中困阵威力最强，就让你感受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吧。熊辉着了那秦羽的道了。熊哥哥有下品天神器在手，还怕什么？这个阵法不同先前，你看，用神灵石布阵虽方便，可阵基被破，阵法也会消失。所以那秦羽选择将自身作为阵基功能，让阵法更难破除。不过如此一来，秦羽本人就必须留在阵法内。若熊黑杀了他，自然也能破阵。美姬，你回黑龙潭请大人过来，就说情况紧急。好，熊哥哥，你可要坚持住啊！又是换阵，哼，拖延时间的小把戏。这个阵法还未取名字，不如叫困熊如何？秦羽，我要破了你的阵，撕了你的嘴！此阵融合5行光暗之力，由多层阵法契合。这些光墙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。少废话！哈哈哈哈！又被我破了，秦羽，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！就凭这也想拦住爷爷我，做你的美梦！如何？大人有正事要忙，哪有空管熊黑啊？我都砸了几万堵墙了，怎么没完没了？难道我在绕圈吗？不，这肯定是秦羽的小把戏，不能上当。敢戏耍我，等我抓住你，秦羽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我将防御之阵的原理融入了自阵。熊黑，这些光墙从此可就没那么好砸了。秦羽，有本事出来！给我出来！秦羽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熊黑，你可要认输。想得美！你既不愿，便继续陪我试验阵法吧。回来，秦羽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秦羽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啊！你这是认输了？很简单，只要你磕3个头，我便放你离开，如何？你做梦！怎么会有火？我在练习将杀阵融入困阵。熊黑，你当真不愿磕头吗？你在黑龙潭作恶多端，我不过略施小惩，
怎么还？我呸！那就继续试试我的阵法吧。给我出来！我明明没有攻击墙壁，为何突然？杀阵滋味如何？胸黑，你可要坚持住啊！秦羽，你可！不要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哟，熊黑大人可真有毅力啊！又开始砸了。都200年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？200年，200年了，秦羽。阵法玄妙，无穷无尽。若要一个个试过，只怕万年、千万年，甚至1亿年都不够用。能够亲身体验到这么多阵法，熊黑，你该高兴才是。千万年！秦羽大人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您老人家。求饶了，别忘记我说的，磕3个头。磕头？不行。那就再等个100万年吧，上亿年也有可能。上亿年？不要！您能否将我磕头以示保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秦羽大人，我认输了，求您饶我一回，放我走吧。能得到天神的3个响头，真是有成就感。秦羽，等我出去，我一定要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这是熊哥哥，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我真的出来了！熊黑，你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秦羽佩服。你且去吧。熊哥哥，你忍了什么？少废话！我们3人先联手，将秦羽围杀。秦羽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今日我便有仇报仇！果然如我所料。秦羽已经不在山中了。什么？他竟然逃了？不可能！秦羽，给我出来！熊哥哥，我们回去向黑龙大人禀明情况。等大人闭关出来，必然不会放过秦羽。秦羽，凡是和你有关系的，都得死！你不是精通阵法吗？我至今都未曾发现最完美的演变之路。这次突破，我会死吗？若是选择不完美的演变道路，定然能活下来。可修炼一道，创造前所未有的功法，本就危险。我若是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谈何出去见小黑？又有什么能力去找狒狒？如何能光明正大的迎去丽儿？几乎全变成了浆糊。浆糊空间究竟是什么？这种感觉，就像是整个人
随着星辰空间变成了一个胚胎，而浆湖空间则像极了母亲的肚子。原点，原来这就是一，这就是最原始的一点，这就是最正确的、最完美的演变之路。破开吧！开天辟地，这就是开天辟地。这么大的范围，比1000个紫泉星面积还要大。这方天地太过单调了。既然开天辟地成就的是一个新的乾坤，那星辰变的第10境界便为乾坤之境。这乾坤世界为我创造，即使是通晓空间法则的神王在这里，也休想使出半点神通。乾坤世界还生成了新东西，玄黄之气，这可是开天辟地时产生的稀罕宝贝。一旦将其融入武器后，那武器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将会达到极致。残血神枪，若是融合开天辟地诞生的玄黄之气，又会有多厉害呢？这融入速度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全融合。我先回一趟江兰界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不知大哥情况如何？我已经成功突破了。大哥，恭喜你得偿所愿。看来主人此次突破收获颇丰。这次突破，我达到了上级神人巅峰，就快抵达天神境界了。我已经苦修了20多万年，也不过是中级神人巅峰。看来，我还得更努力才行。祁煜大人，我和姐姐离家数百年了，很是想念迷你山的家人们，想请大人将他们也带进江兰界，一同修炼。自从他们来到江兰界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就连黑羽少爷的都不像以前那样总板着脸了。知道了，胡伯，你和我一起去迷你山看看吧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您饶他们一条性命，他们却火烧迷你山。神界以强者为尊，实力至上，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。若您想在神界闯出一番天地，是时候立威了。主人，这处峡谷中的湖泊就是黑龙潭了。如今我体内真火已达到白色净火层次，在外人面前，我便伪装成一个善于使用火焰的高手了。主人，你如今甚至能发出神王高手使用的虚无业火，虽然只是极少量，但对炼器已足够。想当年老主人使用火焰，也就是这个层次。傅伯，你先回江兰界去。今日我便烧了这黑龙潭。哼，要我说，直接杀了就是。说的没错，也该让新人们你是谁？来黑龙潭做什么？这个天神好眼生啊，既不是梁金山的，也不是三叉山的。啊，那是关了熊黑大人200年的迷你山天神。
是禀报熊黑大人。熊黑，出来！我们啊！秦羽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黑龙潭挑事！你们烧我迷你山，我便以这神火困阵，讨个公道。秦羽竟能靠阵法放出如此多浓黑的神火，此人当真善使火焰。别废话了，赶快破阵，让我们出去。凭我之力，虽无法将阵法完全击破，只出阵倒不是难事。快散开！这秦羽极擅长使用火焰，快呀！跟在我身后。大人，别抛下我们了！熊黑大人，看在小的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没本事逃出来，死就死了，与我何干？熊黑大人不管我们了！熊黑，你这混蛋！兄弟们为你卖命，你就这般无情了！我不行了，杨老弟，平常都是我们杀人，没想到今日就要被混混烧死，这就是报应吧？熊黑，你非但不感恩我饶你性命，还火烧迷你山。今日我就让你知道，我能困你一次，就能困第二次。我不仅能困你，也能取你性命。秦羽，我定取你狗命！熊黑大哥，当心有诈！去！这是你在迷你山见过的禁火杀阵，你被我赶上了。有本事你再闯闯！哼，我才不上当！你是怕了我的阵法吗？这个杀阵可比刚刚的神火困阵厉害太多，里面怕是一个白色禁火炼狱。我知道，上次我就尝过了。秦羽，我在里面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你出来！等秦羽出阵与我大战，你们二人就抓住机会将他围住，我们合力将他杀死。熊黑大哥放心，熊哥哥，我的毒魂功可不是吃素的。秦羽，你有本事出来跟我一决生死！你有天神器？天神器何等珍贵啊！整个黑龙潭只有黑龙大人与熊哥哥有啊。既然你要与我决生死，那我用天神器给足你面子。怎么，害怕了？怕？来吧！你精通阵法，就是你烧了迷你山吧？正是。少废话！哦，上！熊哥哥，快上！让我看看上品天神器是如何助我越级战斗的。对，天神器不是坚不可摧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能切断破山，这神剑定是更厉害的天神器。害怕了？你们不动手，我可要动手。给我拼尽全力！美姬，就看你那一招能否成功了。如果不能，只有违背黑龙大人的命令，请他出山迎敌了。
就凭你也想杀我？白色心火可是体内之火，它怎么这么多？难怪车后前辈在神界这么受尊敬。一件上品天神器，便能让我这个连天神之力都没有的上级神人，轻易击败3个下部天神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流星泪让我对空间的控制达到了他们的等级。美姬，找机会下手。是。这3人倒是越挫越勇，难道他们还有底牌没有出？秦羽，吃你手眼一剑招！睡了。美琪妹子，多亏了你啊！不愧是粉云蝎一族，这毒魂钩伤的是灵魂，这秦羽一时是不会醒了。我这毒魂钩被白色禁火烧了一下，就小了一半。这次的损伤，起码要修炼数百万年才能恢复。待我杀了秦羽，为你出这口恶气！熊黑，你太糟了！熊黑大人，熊哥哥，快跑！黑龙大人，熊黑战死，我和柳絮随时可能殒命，快来救命啊！你中了我的毒魂钩，如何能这么快清醒过来？一个小钩子，能奈我何？那毒魂钩不过是让我的灵魂金丹震了一下，流星泪就已经释放出力量抵消了攻击，将计就计罢了。黑龙潭的首领，传说中已经失踪的黑龙。拜见黑龙大人。无法用神识探查，此人灵魂境界比我高得多。你就是秦羽，你就是传说中失踪多年的黑龙。秦羽，我看你天赋异禀，臣服于我，就放你一条生路，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生或死，你选。黑龙，我生或死，没人能决定，就是神王也不行，更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强盗首领。那就死吧。不好，他的气势在不断提升。
你就这点本事？你实力是强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抵挡这白色禁火。白色禁火，你连空间领域都不懂，杀你轻而易举。你的剑是上品天神器，与你何干？让我来教你天神的战斗方式。秦羽，这把剑是我的了。我不能动了。黑龙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秦羽，你真是一无所知啊！天神之间的战斗，最重要的是对空间法则的领悟。在我的空间领域里，一切都将被我压制，包括白色禁火。上品天神器归我了，秦羽。现在我赐予你死亡！你耍了什么手段？快给我出来！难道你会瞬移？不可能！方才我躲进了乾坤世界，又将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与神界相连，造成瞬移的假象罢了。不过吓吓黑龙也无妨。不仅如此，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所覆盖的100米范围，我都可以瞬间到达。秦羽，有本事和我一战！乾坤世界继续成长，辐散范围肯定会更大。今后若能用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束缚他人，想必与中部天神的空间领域差不多。瞬移分明是神王才会的神通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这可是我师门不传之秘。要是我学会了这神通，上部天神也难杀我。秦羽，你这本事我佩服。你看，我拜入你师门可好？入我师门？我师尊可只有我一个弟子，哪是你想入就能入的？那我就拜入你的门下，做你的弟子。黑龙，这神通乃咫尺天涯，是我师门乾坤门不传之秘。若要教你，必须要师尊应允。我从魔杀界一路杀来，飞升神界，为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强者。如今机会就在眼前。咫尺天涯到手了，神通和上品天神器都是我的了。有了这2件宝物，我连上部天神都能斩杀。可秦羽既有如此宝物与神通，他的师尊想必是一位神王，我无法承受神王之怒，究竟要不要冒险？可一旦成功，神王总不能时刻用神识搜索神界，又没有传讯方法。即便真被发觉，到时候我也学会了咫尺天涯。以那样的实力投靠修罗海，修罗神王定然会保我周全，秦羽的师尊又能奈我何？成，便是仅次于神王的高手；败，就魂飞魄散。秦羽，我杀定了！不好！黑龙大人竟然动用了5个分身！不，这是黑龙大人的最强杀招——六合灭阵。这大阵虽不深奥，却是黑龙大人分身所化，能发挥出惊人的力量。6个
中部天神，还有6件中品天神器，是幻影吗？秦羽，接招吧！动不了了，空间领域怎会有如此大的范围？哼，我与分身联手，空间领域范围足有1000米。秦羽，你就等死吧！不行，如果瞬移消息被传出去，会有更多人期待你。如果挡不住，我就躲进乾坤世界。给我死！他的命，本王来取。穷途末路。3位就这点能耐吗？住手！竟能够毁灭空间，好强的实力！他是上部天神。谭九，你的另外3个分身，就不要藏在地底了。是。秦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黄静姑娘，多谢你救了我一命。不知道大人如何得知我的真名？你来自魔杀界，本体是9首黑龙，名为谭九。这是柳于熙告诉我的，他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好你个柳于熙，居然出卖我！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守着黑龙潭是为了什么？他全都告诉我了。大人，您非要夺吗？我知道那玩意儿对你，对柳于熙非常重要。我自然不会夺人所爱。谢大人成全。难道这黑龙潭内藏着什么宝贝？青羽，你才刚刚到达天神境界吧？今后和我一同去炫金山修炼，怎么样？研究阵道的同时，我的灵魂境界也能有所提升。不急这一时。青羽，别犹豫了。你已是天神境界，待在玉池城可没什么挑战。炫金山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。可我只是上级神人，靠流星泪才能飞行。若去炫金山，难免会引起怀疑。黄静姑娘，等我实力更强些再去吧。若你准备好了，去炫金山报上我的名字即可。谢谢。黄静地位显赫，一定知道八大家族。黄静姑娘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青羽，你想问什么？神界最古老的八大家族，他们的姓氏是什么？有没有姓姜的？是哪一个势力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八大家族的姓氏可不允许外传。我不会强迫你，但如果能告诉我，拜托了，求你将这个告诉我，好吗？这么着急？好吧，我一定不会外传的，谢谢你。八大家族随神界一同诞生，他们分别是黄甫、汤、木、端木、申屠、蒲台、周。姜家是八大家族中的北极飘雪城一族。秦羽，你满意了吗？飘雪城，飘雪城。黄静姑娘，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姜丽的女孩？难道你也想追求姜丽妹妹？不是，追求姜丽的人很多吗？当然了，这涉及到一个大秘密。姜丽妹妹挺可怜的。为什么说她挺可怜的？她出身姜家，地位又高，本该无忧无虑。可今天一战后，追求她的人越来越多，
他们都并非真心喜欢他。那为何要追求他？还不是想靠他的机缘成为神王。幸亏有江兰前辈相助，不然江丽妹妹早已被迫嫁为人妻。丽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会尽快变强，光明正大的去找你。今日你告诉我这些，其余感激不尽。那你可别忘了与我的约定哦。黄静大人，我有事要和秦羽谈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那请黄静姑娘稍等片刻。秦羽，我想与你讲和。你刚刚可是想杀我？你杀伤我3员大将，还毁掉一件下品天神器，我若不出手，今后该如何服众啊？谭九兄身为首领，这么做也无可厚非。还是秦羽兄善解人意。不过，我这人藏不住话，刚才已把你咫尺天涯的神通告诉了我的心腹，只要我还在，他就会守口如瓶。咫尺天涯神通如此了得，若是惹上贪婪的天神围击你，那滋味可不好受啊！贪婪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。黑龙，听说你的大殿都被烧成灰了。他们说，是一个善于布阵的天神干的。真想见识一下。蓝家兄弟，你们不好好在三岔山待着，来我黑龙潭找打！笑话！他们是三岔山的当家。黑龙，多年没见，这回你丢脸丢大了。蛮匪，你少废话，要打就打！哼，黑龙，你以为3个分身就能挡得住我们兄弟？大哥，不如我们先将3个分身蹂躏一番。秦羽，去旁边吧，这几人实力不俗，真打起来，怕是要波及外人。好俏丽的美人，来，和你3大王亲热亲热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自己掌嘴10个。姑娘，我代3弟向您赔罪，但掌嘴10个也过分了些。掌嘴100个，或把命留下。大哥，大不了我们3兄弟跟他拼了。好，说不定他只是中部天神顶峰。不，方才那一下，我能真实的感受到，他是上部天神。姑娘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25、26、27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100。3弟，对不起，我给姑娘赔罪。慢点。蛮丑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？今天放你一马。放我一马？好大的口气！3只蠢牛和9头虫都出来了，这么热闹，怎么没人叫我啊？快与我大战一场！流水，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离开时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怎么我前脚刚走，你又出来打架了？原来是战斗狂的姐姐，难怪这么强。姐姐平日最看不起男人，
你就能站在他身边。莫不是我要有姐夫啦？流水，不得无礼。我是梁金山首领皇甫流水，你肯定听说过我的大名。皇甫兄，在下秦玉。我就先告辞了，日后炫金山再见。你也是，玩腻了就回来。啊，炫金山见。哎，姐，你慢走啊！啊，总算走了。来，咱们一战方休。你这上品天神器原来是靠姐姐得来的，那又如何？小刀手，你嫉妒也没用啊！哼，嚣张什么？秦羽兄也有上品天神器。抱歉啊，秦羽兄，我看他太嚣张，忍不住为你鸣不平了。哎，秦羽，你也有上品天神器啊？我神识观察，你只是上级神人而已，单凭一把上品天神器就能够挡得住九头虫？哦，先前得黄静姑娘所救，秦羽感激不尽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们都别看了，何不与我大战一场？打呀！这一肚子火气没处撒！撒火气！我现在也一肚子火气。就这点本事？爽快，再来！我们打了，我也没工夫和你们耗。哎，秦羽，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梁金山啊？我还有别的事情，改日定去拜访皇甫兄。那我就走了。既是姐弟，黄静姑娘的真名应当是皇甫静吧？哎，秦兄，以后有机会也请到我们三岔山来逛逛。蛮愁兄，你们可是来自仙魔妖界？你也是啊？那你可听说过我们三大牛魔皇的威名？既然如此，秦羽兄何不加入我们三岔山？地位与我们三兄弟同等。不，我习惯一个人了。多谢三位兄弟好意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哎，你别走啊！真是和蛮前兄一样热情。黄静说，坛酒的机缘就藏在黑龙潭里，不知是什么宝物。水面竟没有半点波澜，这坛中恐怕灌注了坛酒的空间之力，一点波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。我的空间之力虽不比空间领域，但控制水流静止却小菜一碟。坛酒，你想杀我夺取神通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这黑龙潭当真诡异，偌大一个湖泊，竟然没有一个活物存在。真是怪事！我已用空间之力将黑龙潭完全检查了一番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柳于熙知道宝物在这儿，等他来了，一切就能水落石出。就将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融入到黑龙潭中，一旦他出现，我便能知晓。终于等到你了。
来了。嗯。等不及了，早来几年。虽然还有几年，可我担心推算有误，所以来得早些。啊，七彩华莲快要成熟了。就按照我们当年发现它时约定好的，一人一株。谭九，你怎么变得如此大方啊？我还以为你会贪心，将这2株七彩华莲通通据为己有。你我斗了多少年，何时分出过胜负？结果只能是2败俱伤。2株七彩华莲，一人一株刚好。你变化还挺大的。少废话，距离它成熟还有3年半时间，安静等着。竟是一池1元重水，足以孕育出无上宝物。传说七彩华莲的莲叶可以入药炼丹，莲心可以让仅剩下真灵的人起死回生，难怪他们会如此看重。终于成熟了。刘禹锡，你先取那一株，我再取这一株。好，好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难道是九叶华莲？传说九叶华莲伴2株七彩华莲而生，待到成熟时，便将其精华尽数吸收，好换得自己的成熟。竟真是九叶华莲，恐怕这2人还不知晓这九叶华莲的真正珍贵之处吧。金色卷轴中提到，一旦炼化九叶华莲的莲心，可成华莲分身。我曾听说过九叶华莲，可它只有1株。我们，刘禹锡，你的防御果然够强，我全力一击也杀不了你。为了那九叶华莲，你居然要杀我！你走，我便饶你一命。敢阻碍我的人，统统都得死。好，这九叶华莲归你。你走吧。你去死吧！谭九，你果然够狠！少废话！你既不肯放我走，也休怪我无情！
自爆2个分身就想杀我！如今你重伤在身，防御再强有什么用？去死吧！竟然燃烧灵魂元婴！来呀，一起死吧！竟然把我逼到如此地步！柳玉玺，你终于死了。液体，噬灵，还能分身。秦羽，果然是你！想跑？失误了。谭九在这地底府邸不知多少年，几乎只有一条通道。以他的速度，想必现在已经在数十里外了。我的空间之力只能寻找100米范围，怕是找不到了。这9叶华莲，我就收下了。炼化这莲心，可得华莲分身。华莲分身天生拥有1元重水领域，其身体坚韧程度甚至超过了上品天神期。这1元重水，就和暗星界的1元重水放一起吧。傅伯，这金色圆珠是什么东西？为何与9叶华莲发生这般关系？主人，这金色圆珠可有什么特性？它极为寒冷，外围有金元重水和1元重水伴生。我查遍所有卷轴，也不知道这金色圆珠究竟是什么。既是伴生金元重水，想必是鸿蒙灵宝了。只是我跟随老主人多年，也从未听说过寒属性的灵宝中有金色圆珠模样的。主人，为何不炼化这金色圆珠？这金色圆珠过于寒冷，足以冻结灵魂。估计要达到灵魂化阴的境界才能炼化它。可惜我达到上级神人巅峰这么多年，灵魂却始终没有突破。从上级神人蜕变为天神这一关极为艰难。光看那黑龙潭中有多少上级神人，又有几个天神，便知道了。无数人都卡在这道关卡上，始终无法突破。主人，无需苛责自己。看来要专门领悟一下左丘梅前辈留下的空间感悟了。待阵法研究达到4级阵法层次，便先突破到天神境界。对了，主人，最近黑羽少爷的修炼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，老奴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。哦，快带我去看看。
江兰界中束缚很低，以小黑的出枪速度，足以瞬间刺出1000万枪影。可小黑此刻动作并不快，每一枪的速度也是不同的。主人，黑羽少爷如此修炼了1万余年，中间从未停歇过，也没使用什么神之力。老奴实在担心，才来告知主人。小黑，大哥，我这才修炼了一会儿，你怎么就打断我了？你都保持那种状态1万多年了。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。小黑，你已经是上级神人巅峰境界了，进步如此神速，应该和你特殊的修炼方式有关。在孤峰上练枪，让我有一种玄妙的感觉。我追随着他不断出枪，直到今日才略有收获。大哥，我有种预感，继续这样修炼下去，威力会很大。小黑，你对我出枪试试看。看招！停！大哥，怎么了？小黑，你比我强了，好好修炼，就走这条路。是，大哥。胡伯，切勿打扰小黑，让他专心修炼。是。小黑如此上进，我也不能落后，争取早日突破4级阵法境界。阵法海洋无边无际，好在还有规律可循。杀阵、防御之阵、困阵，终于成功将3种阵法完美契合起来了。我似乎领悟到了新的阵道精髓，比曾经的阵道第1境界要深奥复杂得多。主人，福伯，我已经踏入4级阵法的层次了。恭喜主人！当年车侯前辈达到4级阵法，花费了多长时间呢？老主人领悟第1境界花费了100万年，重新研究后领悟阵道第2境界又是10亿年。主人的速度比老主人快了数十倍。按照这种速度，我要达到5级阵法，估计要100万年的时间。主人，我有2件事情需要向您禀报。如今红羽、绿水、乌兰、乌鹤4人已然灵魂大圆满，凝结成灵魂金丹了。但他们4人都不曾感应到神界，太过怪异了。按理说，神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感应得到。难道是因为乾坤世界？红羽、绿水，他们莫不是因为江兰界在乾坤世界中受乾坤世界法则影响，神界的神劫自然也就无法降临了。过段时间，让他们几人回到神界一趟，届时应该能感应到神劫何时降临了。是，老奴马上告诉他们。哈哈，还要和主人说一件大喜事。哦，什么事？3万年前，黑羽少爷达到了下部天神的境界，成就了碧血金丹。居然这么快！黑羽少爷修炼的速度太惊人了，实在是天资卓越呀！好，就让小黑按照自己的想法修炼吧。美琪和柳絮道人还活着，只是不见得很久。难道真的消失不见了？那个下部天神秦羽啊，又是上品天神器，又是瞬移神通，居然拥有这么多宝贝！现在神界西部、西南等各个地方的天神都知道了，都围在玉池城附近找他呢。听说
还有上部天神呢。好你个谭九！楚季，丽儿怎么样了？丽儿小姐自从得到了秦羽公子的消息，可高兴得很呢，修炼也更加刻苦了。短短一段时间，她就到达了中部天神巅峰。只是小雨这次是闹得大了一些，如今神界有不少天神去找他的麻烦，这下丽儿可要担心了。丽儿，兰叔，有秦羽大哥的消息了吗？现在怎么样了？秦羽大哥没事吧？放心吧，小雨这1000多年都未露面，我曾搜索过整个神界，也没发现他。他应该在江兰界中。太好了。兰叔，父皇来找过我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大概300年前吧。那个时候你刚好不在飘雪城中。丽儿，你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你，我和你母后也总放不下心。大哥还没有放弃。从今天起，我留一个分身在幕府。有我在，他不会为难你。阿梅，既然你选择了丽儿和小雨，我便会用生命来守护他们。只是不知，小雨这一劫要如何度过呀？来了，来干杯！来，跳得真美！等我诛杀了那秦羽。那秦羽一个下部天神，就连胜黑龙潭3名干将，连黑龙都吓得躲了起来。你能有黑龙厉害？楚留情，你别不信。有人说，那秦羽手握2件上品天神器，还有七彩华莲那些奇珍异宝和绝顶神通。那些都是为了爷爷我准备的。就是，区一个下部天神，就被传得这么邪乎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呀？要是真，就都夺来；要是假，就杀了他，给大伙儿助助兴。你们看着吧，那个秦羽可不简单，只怕是不出则已，一出来，便是一场大好戏。谭九没有透露9叶华莲出世，只说有7叶华莲，莫非是怕引出真正的高手？别到时候夹着尾巴逃了。就是，我就不信他还能翻了天去。是矣，那秦羽还有类似瞬移的神通，要夺宝可没那么容易。这谣言真是越滚越大，哼，一点合理性都没有了。就是，谁不知道瞬移是只有神王才能运用的神通啊？我倒是挺钦佩这秦羽的，居然能躲过这么多人的搜查。谭九为了对付我，倒真是费了不少功夫。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吴氏兄弟，没想到他们也来了。这俩兄弟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怕是难和他们抢啊。 2位天神大人，欢迎你们驾临我们九鹤楼。听说你们九鹤楼的天字号房最为出名，还不快为我们兄弟安排2套？2位天神大人，我们九鹤楼的天字号房间总共3套，已经被另外3位天神包下数百年了。
其中2位是中部天神，还有1位是他们的首领，还请2位见谅。2个中部天神的首领，怕不是上部天神吧？哎，有如此高手在，咱们捞不着什么好喽。上部天神又如何？多宝各凭本事，先找到秦羽再说吧。那我们就住弟子号阁楼吧。 2位天神大人，这边请。大哥，咱们要去哪儿找秦羽？我估计，秦羽若是有胆对抗众天神，想必还留在老巢迷你山周围；若是没胆，怕是早就不在玉池城了。聚集在这里的天神，怕都是冲着秦羽去的。咱们得尽快去迷你山，好好搜索一番。 虽然我们兄弟都是下部天神巅峰，2人联手可不输中部天神，但这秦羽拥有上品天神气，不可大意。这些天神来势汹汹，看来不能轻敌。我请先回去准备准备。 大哥，这山里灵气充沛，难不成秦羽他真的回来了？此人非比寻常，我们千万小心。啊！啊！小心，这是幻阵！大哥，这幻觉怎会如此真实啊！2位是迷你山的第1批客人，我秦羽不亲自来迎接，怎么行呢？秦羽，你个混蛋！秦羽，你出来！2位来迷你山，想必已经准备好付出代价了。那是什么？快走！大哥，我不行了！收。大哥，这……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座塔束缚住了我们的灵魂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我的仆人了。若敢动什么歪心思，你们知道下场。是，主人。这个空间神器，一眼看不见尽头。大哥，主人比咱们想象中厉害得多。只要躲进这空间神器，还有谁能抓得住他？可上部天神有空间毁灭的神通，只怕空间神器也无力抗衡。希望主人别遇到上部天神吧，否则我们也要跟着遭殃。我已确认了，不是兄弟，就是在迷你山失踪的。啊！如此说来，秦羽是真的出现了。吴氏兄弟联手，实力可不输中部天神，居然折在了迷你山。切，厉害如何？这么多天神围攻迷你山，
他不死也得残了。是。哎，那是欧耶城第一强斗势力的大当家赤红风。大姐，黑龙潭那边传来消息，确实是秦羽出现了。哼，有好戏看了。要破秦羽的大阵，可全仰仗仙羽老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赤姑娘，你且跟着我。哇，姐姐可真热闹呀！咱们也去吧。先看看情况如何嘛。一群自大的蠢货。去吧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能从他的那柄长枪下逃脱。这迷你山各处都设下了不同的阵法，贸然进去，下部天神必死无疑。我可没看见什么阵法，哪里有什么阵法？该不会是仙羽老哥想独吞秦羽的宝贝？你们且看着。啊！秦羽出来了！我乃中部天神赤红风，秦羽，你若将宝物奉上，我发誓绝不杀你，如何？你们有本事杀我吗？可能破阵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何必磨磨唧唧的？我直接杀了他！几个蠢货！这只是个幻阵，有本事就来抓我吧！先下手为强。待在我和赤姑娘的空间领域里，否则生死由命。今日必破此阵。其他人都去哪儿了？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要被秦羽的幻觉迷惑。秦羽，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有本事！堂堂正正跟我打一架，少在那装神弄鬼！你以为这样子我就会怕了你吗？他们怕，我可不怕！仙羽老哥，就近斩吗？不要着急。这不可能！玄阳，快点儿！坚持不住了！老哥，不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大姐，你们三个跟我走。这个范围的空间领域消耗少些，等到其他天神前来支援，就一定能破阵。赤姑娘，太自信可是不好的。
收。你们也来锁神塔里吧。下一批天神估计还要一会儿，待我灵魂境界突破，就能见到丽儿了。修炼阵法，提高修为，或许在100年内可以做到。8级阵法，无需阵基，能吸收天地之间的神灵之气为形用，形成一个微型世界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5行为基，阴阳两仪分黑暗、光明，雷电为法。简单，可是却是智力。有人来了。赤红枫他们呢？不会是栽在里面了吧？咱们有一公公子和黑龙在，还怕秦羽？都不知道秦羽那柄长枪的厉害，小看秦羽死路一条。国家大人有令，破迷你山大阵，杀秦羽，所有人都得听大人之令。什么人这么嚣张？好大的口气！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是净空净龙两兄弟。玄夫甲胄，能凝结出玄夫甲胄，或许邱仲先生未来也有登临神王的希望啊！拜见邱仲先生。邱仲父，怎么把他给引来了？在我下令之前，谁都不准先动。谭九对他如此恭敬，难道此人是上古天神？净空，你俩带领他们合力破阵，若有破不掉的，再来告诉我。你们不要自作主张，明白吗？是。是。邱仲先生，这个大阵破坏不掉。哦，让开。空间毁灭，好一个上古天神！秦羽，找到你了。躲就有用了。出来，否则陷入空间裂缝中，你可就万劫不复了。秦羽，现身！这种熟悉的感觉，对，是开天辟地。8级阵法正是创造小世界，其原理与乾坤世界相似。阵法，乾坤，成。这是什么？
么回事？空间扭曲！先生，这里不是幻境啊！自成一空间，这不是领悟了空间法则的神王才能做到的吗？秦羽怎么做到的？万千大道，最后都是同一个道。修炼之道的极致是空间法则，正道极致亦是领悟空间法则，布置出一个空间。怪不得看着8级阵法熟悉，再进一步，便是我以乾坤世界的空间法则布置出的9级阵法。乾坤阵内不只有乾坤世界的空间法则，还有神界本来蕴含的空间法则。只要在神界中，就会受到神界空间法则的影响。兰叔与丽儿他们能够轻易划破空间，靠的是对空间的领悟。难道凡人界、仙魔妖界、神界是一个完整的宇宙？一个宇宙只有一套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。可我的乾坤世界却拥有独立的空间法则，不受到这个宇宙的束缚。这便是第10境界乾坤之界。我知道星辰变真正的演变大道了。原来如此。无道不孤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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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前新天尊诞生时，便有这种响彻神界的声音，但此时并没有新天尊诞生。8大神族的地位，即便诞生新天尊也无法撼动。大哥无需多想。哼，你倒是看得开。秦羽，我的真实身份是生命神王。我生死一刻，将所有能量及领悟凝聚在2滴眼泪中，一滴在你身上，而另一滴则是在丽儿身上。你能完全炼化这滴生命之泪，应当已经达到天神境界了。前辈，丽儿和兰叔一直挂念着你。可我如今只是一道将散的神识，便不给他们徒增牵挂了。不用为我报仇，我只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快乐。前辈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丽儿。下部天神顶峰，我的灵魂境界竟提升了这么多。等神之力完全蜕变成天神之力，凝成碧血金丹，估计就能开启江兰界第3层了。该去收拾那帮天神了。走开！
们8人可愿认输，进我的锁神塔？区神灵禁火，能奈我何？好，那便试试这个。噬魂雷。 真的要栽在秦羽身上？这3人实力强横，看来。 空间裂缝，邱仲先生，这阵法是一个空间，不到神王境界，绝无逃离可能。我可以操纵这个空间瞬间毁灭，让你坠入空间裂缝。我要入塔！邱仲先生真是实力不凡啊！不过在这片空间中，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掌控。不愿意入塔。 邱仲先生都逃不出这阵法，我不要了！父子禀报尉迟城城主，迷离山上出现了一名阵法高手。禀报城主，神界东部的阵法，属下从未见过，连阵法高手邱仲父都被收服了，速回进攻城。以后丽儿。 一定会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的。但愿如此吧。陛下，有一位叫秦羽的阵法高手，布下大阵，困住了邱仲父在内的数百位天神。阵法高手。 我神石关的大阵，堪称一个空间。布阵之人，已达宗师境界，堪比将神车侯元。这么了得，炼器最难的就是阵法。秦羽若真如此厉害，假以时日，他可能会成为新的将神。你速去尉迟城。 将他请来。是，陛下。阵法宗师秦羽之名，恐怕是要传遍神界了。以后。 你们就是我的仆人了。
拜见主人。主人，他就再也不敢了，请主人恕罪。锁神塔已束缚你的灵魂，劝你不要再有违逆之念，自找苦吃。是。邱仲父留下，其余人回江兰界调养身体吧。是。邱仲父，你在神界素有尊名，喊我主人，可会心有不甘？神界实力为尊，喊你主人，我心甘情愿。你与福伯一同管理那些天神，日后便是我的近侍。我若出行，你需时刻跟随。是，主人。请。秦羽大人，秦羽大人，我们感应到神劫在100年后降临。我也感应到了，我的在200年后。乾坤世界果真独立存在，神界、仙魔妖界通用的神劫，均无法降临在此。你们先回去修炼吧。是。小黑，要不要跟我出去闯闯？当然，大哥，我还想用流光枪道打败你呢。可转眼你竟然就能布阵抓住上部天神了。秦羽。在下是尉迟城城主尉迟公兰，奉东极圣皇之令，与皇甫静公主一同邀请您加入炫金山。皇甫静公主。如果我加入，是否要任凭炫金山差遣？知道你看重自由，早与父皇商量过，你不受炫金山的约束，要离开也绝不阻拦。如此，我也不推辞。我同意加入炫金山了。大哥，猴子不是在修罗海吗？他屡次替我解围，不好再去。邱仲父，你不是……他是我的近侍，会随行在我左右。我也曾邀他加入炫金山，却没成功。如今可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青云先生，我代表南极圣皇陛下邀请您加入我们净光城，这是请帖。青羽先生，我代表西极圣皇邀请您。青羽先生，请务必到临海之城来。青羽先生，还是到我们碧波湖来吧。雷伐城的西北圣皇很看重您。青羽先生，在下江于山，奉圣皇陛下之命，邀您加入飘雪城。秦羽，你很抢手吗？素闻飘雪城盛名，奈何我已经答应了炫金山。竟是靖公主亲自出马，江某打扰了。双玉岛、血妖山和修罗海也派了人来，不过我们时间紧迫，父皇还在等我们。侠雨漫漫，风起去。广袖垂照，是圣光快。金剑藏风浩波，南克阵势，百花这里似乎有神识覆盖。炫金山转进。
终于要见到东极圣王了。连守卫都是中部天神。大哥，这里有点奇怪。圣皇的神识覆盖了整片区域，他在观察我们。你能感应圣皇的神识？有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在，任何探查都会被我发现。姐姐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这就是阵法宗师秦羽，好帅啊！阿姐的眼光真不错。父皇，秦羽已经来了。秦羽拜见圣皇陛下。秦羽，你的神之力好像还未蜕变呢。我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阵法上。如此潜心，难怪你实力超群。刘香，你看秦羽如何？很是稳重。父皇，你准备让秦羽担任什么职位呢？炫金城4大殿之一的蓝玄殿空置已久，我有意让秦羽担任蓝玄殿殿主。二哥，殿主之位仅次神王，多年来竞争激烈。秦羽只是个新人，何况其他3位殿主，不仅是上部天神巅峰，又在6000万亿年前的神界战争中战功无数。刘香，这些年来真正争夺蓝玄殿主的2个人，一个是天神军队的大队长董侯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门人雪羽。雪羽跟我多年，功劳有目共睹，他做蓝玄殿殿主有何不可？可我听说秦羽厉害得很，上部天神也破不掉他的阵法呢。他当蓝玄殿殿主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嗨，让他们仨比试一番，谁赢了谁当殿主，我就结了。好，那就使用烈火的方法。好什么好？秦羽能布置阵法空间，雪羽和董侯毫无赢面。二哥摆明了骗他。你说该如何？身为殿主，手下的实力也必须强劲。不如定为3场，1场下部天神比试，2场中部天神比试，3场殿主候选人比试，3方轮流交战，2场胜者即为殿主，如何？只要在门人里找些得力的帮手，雪羽就稳赢了。秦羽，你初来乍到，我送一队侍卫给你吧。二哥，帮他有什么意义？得让他自己去寻觅邀请才行。你，圣皇陛下，就按百花神王陛下所说，这位子我能得便得，不能便罢，不必强求。小兄弟倒是明理。那比试就定在1年之后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秦羽，我为你备了些薄礼，炫金山关于炼器的所有卷轴都在其中。我对炼器确实颇有兴趣，如今有机会结百家之长，多谢圣皇陛下。静儿、灵儿，你们带秦羽去城西的流云府吧。是，父皇。秦羽，请跟我走。秦羽，我姑姑的门人可都是精英，何况此次他可能会出借鸿蒙灵宝。鸿蒙灵宝，无妨，我有把握能赢。
大哥，下部天神之战交给我。好，我已灵魂化婴，能炼化那颗金色圆珠了。等到住处，还得闭关一段时间，潜心修炼。靖公主，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是百花王府的门人，被姑姑宠得太骄纵了。是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靖公主、灵公主，怎么有雅兴到城西来？不知哪位是阵法宗师秦羽呀？正是在下，不知姑娘找我何事？就你也配和雪羽姐姐争？闭嘴！秦羽是父皇请来的阵法宗师，你们竟敢如此嚣张！我们并非要为难二位公主，只是怕这个秦羽浪得虚名。靖公主、灵公主，不要理这群乌合之众。嗯。秦羽，这么胆小，你也配当蓝玄殿主？我能否当上殿主，实力是高是低，都与你们无关。惹恼了我，休怪我不懂怜香惜玉。下部天神也敢嚣张！小黑，点到为止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你们在这干什么？雪羽姐，我们只是……好了，靖公主、灵公主。您就是阵法宗师秦羽先生吧？见过雪羽姑娘。姐妹们都有冒犯，还请先生原谅。小事而已。告辞。快回去，不准再如此无礼。是。雪羽姐姐可是姑姑身边的老人，比那群坏女人强多了。我看此人倒是笑里藏刀。靖公主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这场争夺战恐怕比预想更艰难。靖公主，流云府已按圣皇陛下的指示打扫完毕。参见靖公主、灵公主、秦羽先生。这些仆人原是父皇的。你要不要留下？不用，我有人手。只有2人，也太少了吧？我的仆人们都在空间神器中。那我们就告辞了。秦羽，
你可一定要获胜啊！有劳二位公主了。福伯、邱仲父，你们去安排那100多位天神日常做些什么？是。小黑，你跟我来。小黑，你这流光枪道是什么原理？当时，大哥你刚创造了乾坤世界。有一天，我练枪时忽然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，似乎触摸到了什么关键。我沉浸其中，不断感受，逐渐感悟到了一种和空间之力纠缠在一起的奇异规则。待我能稍微使用后，便有了流光枪道。大哥，其实我感到，我能够略微改变长枪周围区域的时间流速。难道是神王才能领悟的时间法则？我也不知道。小黑，你好好研究流光枪道，但不要轻易使用，以免被神王高手看出端倪。你先回去修炼，剩下的交给我来解决。一株植物竟孕育出了无意识的魂体。一道浆糊气息竟能直接炼化5成，才到8成就不吸收了。黑色莲心和金色圆珠都有了变化，华莲分身又会变成什么模样了？炼化成功了。华莲分身，当真与我一模一样，硬度堪比一流鸿蒙灵宝。让我看看你的天赋领域。好强的寒蒙领域！化为本源，崩溃亦能再续，就算神王攻击也能重组，可谓不死之身。你蕴含魂体，又有我一丝灵魂意识，能共享修炼成果。今日起，你便留在此处，领悟流星泪中的空间法则。华莲分身凝聚出的灵魂元婴，堪比上部天神，比我自己领悟空间法则快多了。也是时候出关，筹备一下争夺店主之事了。
虽华炼分身大成，可天神之力还未转化完毕，不知何时才能开启江南界第3层。福伯，邱仲父。主人，备战还剩5个月，可有合适的参战人选？主人，黑羽少爷如何？小黑的流光枪道可能与时间法则有关，若被神王发现，后患无穷。可还有别的人选？中部天神属黑龙最强，下部天神则是虽福、康琪2人。将他们叫来。拜见主人。起来吧。谭九，你的伤势如何？再需10年就完全恢复了。那你选个兵器，去江兰界修炼10年。主人竟能直接拿出4件上品天神器，一般的神王也不会拥有这么多呀。我很看重殿主之位。我要赤血神剑。且慢，先看看这柄巨剑。此剑乃上品天神器，拥有分体再聚的特殊能力，可拆分为1柄战剑与2柄战刀，虚虚实实，变化无穷。此剑与我的分身最合，主人放心，就算拼命，我也一定会赢。康琪、虽福，你们去江兰界决一胜负，胜者随我参加争夺战。属下必竭尽全力，不负主人期望。这次比武真是非同小可啊！蓝雪殿殿主究竟会是谁呢？诸位，殿主候选者均已到场，分别是天神军队的大队长董侯，百花王府的门人雪羽，以及阵法宗师秦羽。总计3组9轮对战，任何一方获得2组战斗胜利，便得到殿主之位。第一场，秦羽对雪羽，下部天神比试开始。此人实力平平，雪羽竟派他出战。主人，属下出战了。去吧。小姑娘，认输吧。大个子，小心哦。鸿蒙灵宝，下部天神使用鸿蒙灵宝，百花神王对雪羽也太过宠爱了。第一场，雪羽方获胜。现在进行第2场，中部天神比试。刘香，你竟将副天绳借给下部天神？二哥，我将2流鸿蒙灵宝借人不奇怪，可秦羽竟拿出1件上品天神器，倒是让我惊讶。他能布置出阵法空间，估计背后有高手教导。有1件上品天神器也正常。好了，第2场比试开始了。
主人放心，就算他有鸿蒙灵宝，属下也一定会赢，最多毁掉几个分身。哼，此战你必输无疑。哼，谅你也躲不过我这神剑。哼！上品天神器，刘香，怎么不继续借鸿蒙灵宝了？一件鸿蒙灵宝已经让比武有失偏颇，再借就过分了。大哥，我的确借了一件鸿蒙灵宝给雪羽，至于给谁使用，全凭他自行决定。雪羽这丫头不简单呐。有这把神剑在，你不可能赢我。斩我分身，你想得美！这可是主人赐我的上品天神器。你若再动，我便杀了你。这一场我们认输。秦羽方获胜。第3场，秦羽对战雪羽，比试开始。秦羽先生，雪羽姑娘，素闻秦羽先生阵法宗师之威名，雪羽今日讨教了。阵法乾坤，成。阵法竟能达到如此境界，连所在的空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这阵法空间虽和我们的空间有些不同，但威力却相当，真是神奇。有此阵法空间，秦羽乃神王之下第1人矣。这就是阵法空间，有种熟悉的感觉。此前在城西，几位姑娘受你指使来探查我的实力，今日就让雪羽姑娘如愿。胡言乱语！雪羽姑娘，此阵你破不了。我今天偏要试试空间毁灭！不好！既如此，摧毁阵基也可破阵。都没有。难道阵基是秦羽本人？秦羽先生，你不要躲躲藏藏的，有本事出来，我们一较高下。出来！雪羽姑娘，
可否投降？只要杀了你，我自然可以破阵。可惜，这阵法自成一空间，我并非阵级。是了，当年神王大人曾布置过相同的空间，也说过相同的话。是雪羽不自量力。秦羽先生，我认输了。我认输。秦羽获胜，下一场，秦羽对战董侯。秦羽先生的阵法空间令我折服，我们认输。这就赢了？太厉害了！是使用者为训练。我倒是看得清啊。安静。蓝玄殿殿主之位，为秦羽先生所得。从今日起，4大殿主都已有人担任，这是一大喜事。今晚炫金山彻夜庆贺。谢谢小陛下。秦羽兄，我和另外3位殿主会分别将麾下的一支天神大队给你，你可不要推辞啊！烈君兄，我还是更热衷于阵法炼器。要是上一任蓝玄殿主还在，想来会与秦羽兄一见如故。他怎么了？6000万亿年前的那场神界大战，涉及天尊机缘，极为惨烈。蓝玄殿、黑风殿与天荒殿的第1任殿主都葬身其中，数十位神王陨落，死伤无数。而获得胜利的那个神王，成为了第3位天尊。成为天尊。主人，乌兰他们3人皆在我临甲之中。炫金山不允许妖兽渡劫，谭九，你替他们护法，直至渡劫成功。主人放心。恭送主人。果真是宇宙之镜，让我试试，看这宇宙是否会如我所想那般演变。一个完整的宇宙，要有凡人界、仙魔妖界、神界3界空间。先从凡人界开始吧。
没想到在新宇宙空间里，我竟真的能再见过香云。小黑，来比比谁更快！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每一条山道，每一个房间，还有莲爷爷、师傅，我都记得。以后就来这里修炼。店主大人，您可算出关了。庆公主，你折煞我了。找我是为何事？父皇让我问你需要哪些炼器的材料。炼器一道着急不得，日后有需要，我会吩咐人去领取的。知道了。秦羽，你总是修炼，难道不无聊吗？不如我们离开炫金城，出去逛逛。难得公主有这般雅兴，只可惜我还需要修炼，闲逛散心，还是日后再说吧。好，你只管潜心修炼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二弟，雷伐城的周显，净光城的端木玉，哪个不是青年才俊？丽儿嫁去，到底有何不可？大哥，丽儿的婚姻一定要遵从她的意愿。即便你已放出招亲的消息，无法收回，可招亲的日子必须让丽儿自己决定。你何必要为难我？你曾仗着圣皇灵宝束缚过我一次，为了八大家族的利益，我没有反抗。但这次事关丽儿，我不会退让。哼，真动起手，你我谁生谁死还难说呢。二弟，你呀。应该可以开启江兰界第3层了。小雨，兰叔，您不会被圣皇发现吗？我自有方法。你炼化迷神殿时，也是我帮你掩盖痕迹，才没被神王们发现。小雨，万年不见，你竟能达到如此境界，还成了炫金山蓝玄殿的殿主。今天可是这么多年来我最开心的一天。小雨，如今你炼化了生命灵魂之泪，应该也知晓了其中的秘密。当年生命神王陨落，留下2滴眼泪，这2滴眼泪流落于神界之中，飘荡了许久。1滴融入丽儿体内，1滴则坠入空间夹缝。我和丽儿离开神界，便是为了找寻另外1滴生命灵魂之泪。兰叔，我们出狱时，您应该看出流星泪在我体内了。为何你们没有杀了我，直接夺取流星泪呢？他选中你，代表生命神王本人选中了你，这是他最后的意愿。何况生命灵魂之泪不是谁都能炼化的。兰叔，丽儿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丽儿的父皇已向神界宣布招亲，
但在你羽翼大成前，我会一直帮你拖延。只是，以你如今的实力，想要在招亲上拔得头筹，怕是困难。借此机会，我就告诉你神界目前的势力分布情况，也好叫你知道有威胁的人都是谁。一切争端的起因，都来自于每60亿年一次的神界战争。神界战争由8大家族共同议定，初衷是控制人口数量，却因涉及到天尊机缘，逐渐沦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。8大家族也因此分裂为4个阵营，端木、汤氏与木氏结成同盟，与姜家和申屠一族对抗。皇甫家族和普台家族不喜纷争，自成一派。而周家是一个特例。周家不仅掌管各种劫难，还拥有3大天尊之一的雷伐天尊。周家如此了得，另外2位天尊又出自哪里？6000万亿年前那场最为骇人的神界战争中，飞升者势力的一个神王杀出重围，成为了逍遥天尊。至于飘羽天尊，据说他的实力是3位天尊中最高的，但他的来历也很神秘，神界中应当无人知晓。你的竞争者有4，其中最弱的是飘雪城的魁侯殿殿主魁阴侯，另一位是火焰山的天才皇子申屠凡，这2人都是上部天神境界。连最弱的人都比我强大。第3位是净光城皇子端木玉，我也很欣赏他。他曾在仙魔妖界与一女子私定终身，却又被他抛弃。此后他心灰意冷，不再向往男女之情。真是痴情儿郎，若有机会，我定要与他好好结交。最后一位你见过，是雷伐城皇子周显。他能力不算突出，但背后不仅有雷伐城，更有那位雷伐天尊坐镇，他是你的最强竞争者。看来要与他们争个高低，必须要成为新的将神。想什么呢？兰叔，您不是说开启了江兰界第3层，就让我见丽儿吗？你小子，我已经将他带来了。丽儿，丽儿。远方的琴声，游离在北极的夜深。青衣大哥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风吹过回忆，泪如温。丽儿，我好想你。窗外雪纷纷飘落此生，只手推开命运的门。带着缘分走进那座城，某年天涯看沧海，被一颗滚烫的流星温暖，那纯白的心不安，跳动着期盼。原以为要等1000万年，乃至1万年，没想到，青羽大哥，你吃了很多苦啊！丽儿，只要能再见到你，再多困难我也不怕。小雨、丽儿，你们久别重逢，自然无比想念。可招亲的事，你们打算如何应对？我有2个办法：1，你们2人私奔；2，
小雨参加招亲，击败所有人，光明正大迎娶丽儿。你们选哪个？私奔简单，却会与江家决裂。丽儿和家人感情深厚，定会痛苦万分。丽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娶你为妻。那些人家世显赫，为了与我双修进阶神王，定会不择手段。青玉大哥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吧。父皇母后，孩子很多，少我一个也。丽儿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好了好了，小雨他继承了迷神殿，又获得了车侯园的炼器之道。若能够成为新任将神，正大光明迎娶你这丫头的希望可就大了。这是不是很难？不难，为了丽儿，我任何事都能做到。小黑，你看，这里是紫玄星。不对，小雨，不得了啊！我的时间和空间法则都失灵了。如果不是靠着体内能量，连飞都做不到。怎么修炼不了流光枪道了？流光枪道是时间法则，这里是可以时间加速的。为什么你无法修炼？可我几乎感应不到那种奇妙的规则了。我明白了，走，咱们先回江兰界。小黑，现在呢？你会时间加速？神王境界才能研究时间法则呀！江兰界蕴含了兰叔您对时间法则的感悟。我想，小黑就是靠着其中一丝最初的时间法则，才悟出了流光枪道。本还想等空间大成，就将江兰界归还给您，看来还要继续借用了。当然没问题。青玉大哥，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。那我们就一同修炼吧。好。世间已有无数炼器方法，可要成为将神，要采众家之长，创造出独属于我的方法。终于到达上部天神境界了，不知道秦羽大哥那边怎么样？九玄裂空。淬火，一元重水和金元重水融合淬火，才能让气胚呈现出最佳状态。应乾坤阵法，启灵。丽儿，你真是我的幸运星。这一次炼器，我用普通材料炼制出了一柄中品天神器，
堪称我1000万年来最大的成就。秦玉大哥，这是用普通材料炼制成的，你太厉害了！虽然它算不得珍贵，但也是我的一大突破。秦玉大哥，我好开心。这柄剑就叫它流星梦吧。秦玉大哥，你还炼制了什么？跟我来。3000多万件武器中，大多是神器，其中有100万件是下品天神器。一件天神器，起码要花费1000年乃至上万年时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靠乾坤阵法起灵，普通材料也能炼出下品天神器，用时也更短。秦玉大哥，你一定可以成为新的将神，甚至超越将神。秦羽要了这么多普通材料，看来正在积累炼器的经验呢。蓝玄殿主要的数量太多，库存的普通材料已经被他搬空了。也罢，任他使用吧。是。陛下还在为秦羽的赏赐烦心吗？唉，我堂堂圣皇，竟拿不出一件上品天神器。只能给他一些卷轴。不仅如此，我的老部下乱雨城城主今日来信，希望换取一件上品天神器。唉，我只得请雷伐城的欧叶子前来炼器了。欧叶子的炼器条件竟提高了10倍。毕竟车侯元失踪后，神界唯有他与端木峰2人可炼制上品天神器。此次机会难得，该让秦羽前来观摩炼器，说不定他会有所感悟。东极圣皇邀我去观摩欧叶子炼器。那个炼器宗师欧叶子，圣皇陛下很看重你呢，是不是想把你留在炫金山？怎么可能？你别多想，什么都不能将我们分开。秦羽，流水兄也对炼器感兴趣。这次机会难得，父皇特意让流水回来观摩。听父皇说，秦羽你也在炼器，库房内的普通材料都被你搬空了。你能炼出上品天神器吗？成为炼器宗师，至少需要修炼1亿年，你别为难他了。小雨，没想到你竟用普通材料炼制出了中品天神器。是，若有珍贵材料，我能炼制出上品天神器。既如此，你此次回炫金山就找时机炼制一件上品天神器，再择时公开你迷神殿继承人的身份。有了这种实力，你就有资格直接向北极圣皇提亲了。欧叶子到。看来炼器宗师地位尊贵，比神王差不了多少。我若成为宗师，取利儿会更有利。拜见圣皇陛下，请陛下命人准备炼器的材料吧。我炼器时最忌被打搅，会设下禁制隔绝声音。若有人惊扰导致炼器失败，
陛下可勿怪罪。好大的排场！阵法流的极致之法，十诀裂。秦羽，你觉得如何？耗费珍贵材料无数，才勉强达到上品天神器的门槛。鉴于他用的是十诀炼，能有这个水平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黄口小儿也敢妄谈炼器，我倒要问问凭什么？不谈别的，你足足浪费了48块材料。炼器有损耗很正常，何况这是上品天神器，耗费再多材料也值得。上品天神器亦有高低之分，先生且说说，你这件可赶得上3流灵宝？找不到黑云石，只能用一块天云石代替，才会导致威力不够，与我的炼制水平何干？若你炼制第3、第7绝时没有失误，这件上品天神器的威力又会如何？有本事你用同样的材料炼制出更强的上品天神器来。我现在就炼给你看。秦羽，材料在这儿，一半足矣。哼，狂妄！好厉害的火焰控制力！大人，秦羽是神界真道第1人，会不会？秦羽顶多也就启灵厉害一点，气配淬火2步，我不信他能有多厉害。千锤百炼的痕迹，气胚长。你炼气多久了？数百万年而已。哼，老夫炼气可是以万亿年为单位的。下一步是淬火。就让新宇宙的空间之力帮我感应。最后一步，启灵，阵法。乾坤。
费数千年，他却在几息之间。欧叶子先生，我这上品天神器如何？还拥有噬灵的特殊效果，接近2流鸿蒙灵宝了。凭你的资历，不可能炼制出这样的武器。亲眼所见，岂会有假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前辈所言极是。主人，不妨用天神器对战，以胜负辨真伪。事关清誉，望陛下准许。这二人境界相差这么多，秦羽是不是自信过头了？竟能挡住上部天神的攻击！康熙还未掌握天神器的真正力量。绝对实力面前，天神器也没用。康琪，将这场战斗完全托付给天神器。交手数十回合，完全不落下风了。脱灵，隐气，倒髓，神心。
承认你的天神气不凡，但这已是他的极限。前辈，你自诩炼气宗师，却不懂最顶级的天神气可铸到飞跃的道理吗？停手！秦羽，你这炼气方法叫什么名字？是谁创的？我结合了千锤百炼等数十种炼气方法，试验千万次，才创造出这种炼气方法——九玄裂空。九玄裂空，九为至极，九玄配合三。可车侯元从未将千锤百炼外传，那你是怎么会？车侯前辈对我有教导之恩，我正是迷神殿的新主人。啊！迷神殿新主人，你……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九玄裂空，好一个降神传人！哈哈哈哈哈欧叶子，秦羽，让我看看刀。哇，这把战刀的特殊效果竟是噬灵。秦羽兄，不知可否请你炼气啊？哎，秦羽兄，有没有多的天神气？军队将领们还缺少趁手的兵器呢。秦羽确实是个天才。唉，迷神殿的新主人可比蓝玄殿主的地位要高啊。秦羽，我有好几个门人都没有趁手的兵器呢。你看，秦羽，能否让我观摩你炼气？炼气宗师的地位果然堪比神王。为了赢取丽儿，我也只能招摇一把了。降神传人，唉，以他的实力与天资，超过降神只是时间问题。秦羽，陛下，我要去闭关一段时间了。唉，好一个千锤百炼，好一个迷神殿的新主人。终究还是赢不过车侯元。降神传人怎么就去了炫金山？贤儿，父皇，秦羽前途无量，日后你要用心结交，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是，父皇。秦羽，降神传人。偏偏叫这个名字。父皇，你这样不是让我难堪吗？你既对秦羽有好感，那就成婚将他留住。
也是造福我们炫金山呐。陛下，秦羽店主有要事求见。小晶，说不定他是来提亲的呢。快请他进来。是。我想请求圣皇陛下，准我去飘雪城参加招亲。秦羽，你……我心悦香丽公主已久。你不是说不认识江丽妹妹吗？你一片真心，我岂有不成全的道理？多谢陛下。秦羽，你随我来。小静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并非有意隐瞒。当时我不过初入神界，人为言轻，岂敢透露我与他的关系？此后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，因此才……住口！你去参加招亲，不过是为了成为神王。不是的，我年少时便和丽儿相遇，后来她被带回故乡。为了寻找她，我才深入神界，历经生死艰辛，才走到这里。此次飘雪城招亲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我绝无欺骗之意，让您误会，我很抱歉。和我一同去炫金山修炼。等我实力更强些再去吧，闲逛散心，还是日后再说吧。其实他一直都在拒绝我，只是我自己没有察觉。你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多谢金公主，请保重。这就是飘雪城。来者何人？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在下炫金山蓝玄殿殿主秦羽。原来是秦羽殿主，失敬失敬。秦羽殿主，圣皇陛下为您赐居飘云府，还安排了内侍前来迎接。请随我们进城吧。小雨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我这就和丽儿去见北极圣皇，让他正式公开招亲。你好好准备。你抵达飘雪城的消息已经传开，不知多少人要来拜访结交，你可有的忙了。丽儿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走吧。丽儿，我一定会赢过所有人，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的。你先随兰叔离开吧。主人，雷伐城皇子周显在外求见。周显，我比你更懂天。让他进来。我要好好招待这位雷伐城的皇子。比我的云翔府还要好，难道义父更看重这个炼气宗师？好一个炼气宗师！在下雷伐城周显，见过秦羽兄。周显兄，很高兴见到你。难道真是我在凡人界遇到的秦羽？周显兄，请坐。好。久仰你炼气宗师的盛名，如今终于得见。
若他真是那个秦羽，我出手一试便知。久闻周显兄实力超群，想不到区区一盏茶也拿不住啊！呵呵，秦羽兄真是幽默，想不到在这飘云府上喝一盏茶也这么不容易。烦且再添些茶。想喝茶开口便是，何必拿东西撒气呢？你既贵为皇子，何必为了小事失仪？这飘云府中的每件东西都是圣皇大人特意备下的珍宝，砸坏了多可惜。什么降神传人，阵法宗师的，我看就是虚名。今天我必要和你一较高下。好端端的，为何突然动手？这招如何？如何？还不放弃？绝不！你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，那人曾败在我的手下。周显兄与我的一位故人也颇为相似，他也叫周显，实力很是强悍呢。那人还与我说过，他比我更懂天。如今，他还敢这么说吗？你短短2万年，你竟然能爬到这里，青羽，当初就应该直接杀了你。本以为这周显只是狂妄自大而已，如今看来此人颇有心机。主人，又有客人来拜访了。有了炼气宗师的身份，果然有许多人主动与我结交。飘云府好气派呀！等落雨哥哥修炼到天神境界，我也要找这样一处山清水秀的宅子。啊！秦羽大哥，原来是妍儿妹妹。哼，秦羽大哥，你来神界那么久了，居然都没来看过我一次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快，咱们去里面说话。今天先放过你了。姥姥，好久不见。秦羽店主，距离上次分别才过了多久，你就已经有了如此成就，真让人难以置信啊！
迷神殿新主人，炼气宗师，还是上部天神境界。先成家再立业，现在立业完了，什么时候成家呀？你言儿妹妹，主人，北极圣皇命人送来了招亲的请帖。啊，青翼大哥，终于正式开始招亲了，你可要加油呀！久闻秦羽兄大名，在下端木玉。这段时间忙于招亲一事，没有前去拜见，还请见谅。久闻端木兄大名，该是我去拜见你才是。在下申屠凡，见过秦羽兄。别来无恙，秦羽兄。好久不见，周显兄。哟，都到齐了。周兄，端木兄。我奎英侯竟成了最后一个。都说求娶姜丽公主者上万，参加招亲的怎么只剩这几个人？留下来的人肯定心存侥幸。哼，就凭他们也配和我斗？周显兄此言差矣，人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，只有尝试过，才不会留有遗憾。净光城、雷伐城、碧波湖、火焰山、临海之城、地底之城，6大圣皇造。人真够多的。我看还能更热闹些。炫金山终极圣皇造，姜丽公主的终身大事，岂有不来之理？还剩这么多座位，非生者势力的神王摇篮，不愧是姜丽公主的招亲，神界果然重视。箫表神王造。来得晚了，向诸位赔罪。血妖女王造，缥缈，你急什么呀？恐怕某个人还在赶来的路上。修罗神王造，神界公认的第一神王来了。狒狒，哦，哎，大哥，秦羽兄认得，那是我兄弟。前些日子罗兄还在教导关门弟子，连我都不愿意见。今日倒是有时间了，我猜就是这个小猴子吧。晚辈侯费见过众位神王。狒狒是修罗神王的弟子。恭迎北极圣皇陛下！诸位，今天是我的女儿姜丽公开招亲的日子。这些年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，最终我选出了12位青年才俊。我女儿的夫婿将是你们中最优秀的那一位。我的女婿必须对丽儿足够真心、诚心，
关心，也要有相应的实力和地位，才能与丽儿相配。请各位准备3件礼物，每一轮评选的胜者都将成为夫婿候选人。3件礼物，3轮评选，3位候选人。每轮候选人将由众神王们一同选出。第1件礼物代表真心与诚心。第2件礼物考验用心程度，不需贵重，但要够新够齐。至于第3件，则越贵重越好。最后，3位候选人要分别送上1件聘礼，我与夫人会根据聘礼决定谁有资格做我们的女婿。不过，若有人同时获得3个名额，我们倒也不需要抉择了。3个名额，我都要努力拿到手。江兄可真会出难题，珍贵新奇的礼物好说，可真心诚心的礼物要如何判定呢？正因如此，谁最真心诚心，将由天尊来决定。第1关以10年为限，各位需前往山海宫。如果谁能够感动天尊，得到礼物，那么他便是最真诚的。雷伐天尊不就是周家人吗？段梦九，天尊经常出现在山海宫吗？不，山海宫虽说是3位天尊唯一公开的行宫，可想要在那里遇上天尊，同样颇有难度。这第1个名额的争夺，对周兄很有利。哼，我能否得到礼物，也很难确定。天尊的心思，谁说得准？不谈这个，咱们各自努力争取便是。哎呦，大哥，嘿嘿，小黑，我太想你们了。来，干一个！大哥，干！我一听飘雪城要招亲，就知道大哥肯定会来。你怎么修炼的这么快？我竟被甩在后面了。嘿，我正想说的。来，zap猫鸟，怎么说？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啊？行啊。大猫鸟，你也没什么长进啊！虽说我们分别才万年，其实我已经修炼近1年了。啊！真不愧是神界第1神王。修罗神王和我们非亲非故，为什么收你做弟子？哎，我问过，但他只说是受人所托。看来只能靠狒狒你自己去找到答案了。干！大哥，明天你就要启程前往山海宫了。那雷伐天尊乃是周家老祖，会不会……若他们真要偏私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我一定会将这个名额拿到手的。大哥，我相信你。大哥一定可以。干！
端木兄，莫非这就是你提到的通天台阶？是，如此气魄，真不愧是3位天尊亲手炼制出的宫殿。传说出神王外能爬完通天台阶的人，就能得到天尊接近。可从未有人做到过，想必这就是考验我们诚心的方法。既然知道如此困难，端木兄又为何要来参加招亲呢？当然是寻求突破，好达到神王境界。没想到端木兄这般品性的人，也是为了成为神王才求取利耳。在下是逍遥天尊的门人浩俊，这位是雷伐天尊的门人姚灵。诸位若是想见到天尊，唯有登上通天台阶这一个方法。传说要登顶通天台阶，起码得是神王境界啊！正因如此，这才是最可行也最公平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要想登顶，只有完全感悟时间法则，这哪是10年间能完成的任务啊！周显殿下，雷伐天尊传令让您入殿。我是雷伐宫的门人姚灵，特来迎接你。哼，既是如此，那就麻烦师姐了。哼，这通天台阶可不好爬呀，我就祝诸位好运吧。这也太明目张胆了！我们何苦要设置屈辱？第一关就这么偏旁，这条件也根本不可能达成。算了，闻人说，先走一步。雷伐天尊偏心的也太明显了。第1层就有如此威力，我也同秦羽兄一起。就算被人嘲笑，总得试试才没有遗憾啊！秦羽兄，你们等等我！听说最高纪录是95层，我想试试能否到达90层。神王境界而登顶者，可见天尊。虽无前人成功过，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他们不会真以为自己能爬上去吧？谁知道呢？我们还是去别处碰碰运气吧。前10层，依靠天神之力就能缓解威压。天神之力是不够的，通天台阶每10层都是一个新的考验。
在是太强了，足以碾碎一个星系。为了丽儿，我必须得去。在这里投降！越往上，考验的空间法则就越深奥。估计第99层考验的，就是完整的空间法则。也太戏弄人了！不到神王境界，怎么掌握完整的空间法则？想必13位天尊根本不想见人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！只要有希望，就不能放弃。我也绝不会放弃。
将。秦宇兄，不，还是失败了。秦宇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不过离开一会儿，怎么弄得灰头土脸的？难不成是去爬通天台阶了？哼，没想到秦宇兄也会做这种不可能的傻事。虽然没成功，尝试一下也没什么损失嘛。得了天尊赐予，就在这里说风凉话。周显兄，能否让我等观瞻一下天尊赐予呢？哼，当然可以。哦，不知这件鸿蒙灵宝是何等级呢？等级？若这轮只我一人得到天尊赐予，就算这如意只是普通物件，我也赢定了。我劝诸位还是想想该怎么得到天尊赐予吧。不过10年，我就在这儿陪着兄弟们了，你们可要好好加油啊！要登上通天台阶，需要完全掌握空间法则，10年内根本不可能。可为了丽儿，我必须做到。该怎么办才好？秦宇兄，干什么？秦宇，对空间法则的感悟可不是这么容易提高的。我何尝不知道？可是我不能放弃。无妨，让他试试吧。我认得一人，每1000年来就来攀登一次，数百万年的功夫，就从下部天神提升到了上部天神。这么快？既然无法登顶，他为何还要不断攀登呢？想来是在一次次尝试中有所领悟吧。如果当年我也能像这般锲而不舍，没用的，该放弃就放弃。想来秦宇兄也会很快明白这个道理。奇怪，为何这次没有遇到阻碍？那是
秦羽兄，你……秦羽兄，祝你好运。这群蠢货，还不知道真正的机缘根本不在这通天台阶上。不仅是逍遥师弟，一向行踪隐秘的飘羽大师兄也很关注此次的招亲。他们都停留在山海宫周围的岛屿之上，能不能碰到，就看你的运气了。若能见到飘羽天尊，此次招亲可就万无一失了。冲击了！秦羽大哥，我在等你啊！秦羽毅力惊人，终上通天台阶99层。逍遥天尊刚刚传来诏令，让秦羽入逍遥殿来。恭喜秦羽兄登上通天台阶！秦羽兄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来吧，秦羽兄，逍遥天尊在等您呢。好。晚辈秦羽，拜见逍遥天尊。你登上了通天台阶，我本就该相见。况且，我也想知道为何大师兄如此关心这次招亲。您是说飘羽天尊？虽然猜不透大师兄的想法，但我注意到了你们三兄弟。你的修炼速度虽然快，但尚在常理之内。可黑羽不到神王境界，为何领悟了一些时间法则？
我请教大师兄，他却说存在便有道理，一切无需多问，也无需探究。说多了，秦羽，你是为这个来的吧？鸿蒙灵宝乃是天地所成，对天尊来说也很稀有。这是我在宇宙游荡时发现的，你拿去吧。谢前辈。秦羽，大师兄他现在也在山海宫附近，不过见不见得到，还是看你自己的造化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对了，逍遥天尊同我说，如今飘羽天尊就在这山海宫周围的3000岛屿上。秦羽，此话当真？周显兄，你可别急着回去，浪费这偌大的机缘。多谢秦羽兄指点。秦羽兄，我们也出发吧。万劫星辰路漫长，对宿命不投降。滚滚红尘艰险不改我心，找寻你踪迹。流星过雪飘落泪两行，谁能放肆一回，不停不歇不后退。时光流转规则止步在我的新世界，我住宇宙心扉，旧故事风景相牵，倒映湖心中，今天地有为我在这里。